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回顾21岁女星二搭成毅扮演单纯小公主，因长相被观众疯狂吐槽；莲花楼中新人演员刘梦瑞是昭陵公主，遭网友外貌抨击，但演技有提升，角色有特色。观众应多关注演员成长而非外貌，刘梦瑞未来可期。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，有用。又一位因莲花楼中的昭陵公主引发热议的女演员登上了热搜。近期莲花楼中的女宅案情节达到了高潮，然而网友们却将注意力转向了昭陵公主的外貌。这个角色由21岁的新人演员刘梦瑞饰演，她因长相问题遭到网友的猛烈抨击。这张脸也能当公主？和方多病的搭档实在太不协调了吧？这实在是太影响视觉体验了。弹幕中铺天盖地的评论，使这位刚踏入这个行业不久的小姑娘成为了热议的对象。再说她才21岁，年纪轻，颜值仍在成长阶段。另外，如果昭陵公主在故事中真的是一个气场强大的角色，那么后面就不会出现女宅案的情节。正是因为她的单纯，使得整个故事更加真实和可信。说起来还真是滑稽，观众一方面在呼吁要有独特的面孔，另一方面却对所有不符合主流审美的新脸孔进行猛烈抨击。在这个滤镜盛行的时代，刘梦瑞这种具有独特个性的外貌反而更容易让人印象深刻。虽然她不是那种一眼就能惊艳的类型，但却充满了青春活力，而且演戏时表现得十分真诚。要明白，对于娱乐圈的新人来说，单靠外貌是远远不够的。曾经被誉为神颜的演员，如今也有很多已经变得默默无闻。而相比之下，那些具有独特特色、演技出色且愿意深入研究的演员，更可能在行业中立足并走得更远。刘梦瑞在莲花楼中遭到了批评，但这至少表明了一个事实：观众对她依然有印象。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，能够让观众记住自己，即使是由于争议，也算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。简而言之，一个21岁的年轻人仍处于成长阶段，现在就做结论是否有些过于仓促呢？要明白，娱乐圈中成功逆袭的案例可谓屡见不鲜。因此，面对新演员，与其不停的批评，不如多给予他们一些时间和空间。毕竟，每个人都经历过青涩的阶段，演技是一种需要时间来锻炼的技能。与其固执于一个21岁女孩的外貌，不如关注她在表演方面的成长。提到刘梦瑞与成毅的关系，必须追溯到琉璃的时期。那时的刘梦瑞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小角色。在这部仙侠剧中，她扮演的是玉儿，即司凤好友柳奕欢的女儿。老实说，那时候她的演技还显得很生疏，正处于典型的张牙舞爪阶段。尽管这个角色的出场不算频繁，但故事情节却相当感人。玉儿的父亲柳奕欢是黎泽公的一名弟子，按照规定他不得与外界女子发展爱情。这出戏恰恰是个难以割舍的情感故事。柳奕欢深爱着玉儿的母亲，但因宫廷的规矩，这段爱恋注定要以悲剧收尾。最终，玉因心中怨恨化为妖灵，而柳奕欢竭尽全力保留了他的一缕魂魄。虽然这段情节并非主线，但却让许多观众对这个稚嫩的小演员印象深刻。刘梦瑞随后在《星河长明》中亮相，这次的表现颇为引人关注。她在剧中扮演的是冯绍峰和彭小苒主演作品中的叶北公主戚海蕊，尽管戏份不算多，但造型十分独特。她的装扮充满异域风情，令观众眼前一亮。尽管她的角色早已下线，但那种独特的气质却深深吸引了观众，评价也相当不错。从琉璃到星河长明，
再到如今的莲花楼，刘梦瑞所饰演的角色始终在变化，但有一点很巧合，她总是选择一些相对独特的角色。玉是个可怜的小女孩，戚海蕊则是一位异域风情的公主，而如今的昭灵公主又是个天真可爱的孩子。客观地说，从她的表演来看，相较于琉璃时期，确实有了显著提升。虽然现在还不能称得上非常出色，但至少不再让人觉得格外尴尬了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从一开始的小配角，直到现在能够出演莲花楼中重要角色，这位21岁的姑娘其实一直在不断进步。每位演员都有各自的成长路径，刘梦瑞则选择了稳扎稳打的方式。她虽然不是那种迅速成名的人，但这种踏实的方法或许能让她走得更长远。在演艺圈里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一开始就让所有人惊艳，有时循序渐进才能走得更稳妥。你觉得呢？提到莲花楼的女宅案，这无疑是整部剧口碑的高峰。最初，这部剧引发了不少争议，不过这个案件可以说是个绝妙的点睛之笔，推动了整个故事的发展。剧情结构清晰明了，让观众看得非常过瘾。谈谈这个女宅案，故事围绕李莲花与方多病等人抵达一座神秘的女宅展开。这栋房子的主人名叫玉楼春，他打造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院子，每年只邀请特定的一些客人来访，外部人士则无法进入。听起来好像有点问题，对吧？果然，这个女子的宅邸隐藏着的不是什么高雅之事。屋内住着许多美丽的姑娘，表面看似伺候客人，实际上却受到玉楼春的操控，想做什么就得照做。最悲惨的是一位名叫碧黄的女子，由于她没有听从玉楼春的劝告，被逼迫着整夜舞蹈，直到精疲力尽而死。这一幕让人感到心寒，但在女宅之中，这样的悲剧并非首次上演。不听话就要付出代价，这就是女宅的规矩。难道你以为事情到此为止？真正的真相才刚刚揭开。李莲花他们经过调查后才了解到，这些女子全都是被拐卖来的。她们受到玉楼春的控制，一辈子都无法逃脱。实际上，这根本不是个风雅之的，分明是一个华丽的监牢。最终，这些女性采取了怎样的行动？她们决定团结起来，共同将玉楼春解决。为了保护最年轻的青儿，她们更是严密保守秘密，完全不透露任何信息。这些姐妹们竭尽全力，希望青儿能够保持天真、幸福的生活下去。这样暖心的情谊真令人感动。然而，故事的转折并未结束。青儿的真实身份被揭晓，她居然是皇上的公主。由于外出游玩，不小心被困在了女宅中。等真相揭晓后，她迅速利用自己的权力为所有姐妹提供了保护。坦率地说，这个案件的悬疑程度或许并不算很高，但它的主题确实非常出色。你瞧，剧中没有那些陈词滥调的宫斗情节，也没有相互算计。相反，它展示了女性之间最宝贵的友谊。即使身处困境，她们仍然选择互助，尤其是在集体保护青儿的那一幕，让人忍不住泪目。最具讽刺意味的是，正是因为她们的善良，才换来了重生的机会。这不就是我们常提到的行善必有回报吗？此案引入了昭灵公主这一角色，她是方多病的未婚妻。尽管刘梦瑞扮演的昭灵公主颇具争议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个角色的出现为女宅案后续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笔。这样的情节安排，不正是给观众一个完美的交代吗？既体现了人性的温暖，又让正义得到了维护。提到莲花楼，最令人意外的无疑是对女性角色的刻画。如今的剧集只要有2个女性角色，基本上就会给人一种宫斗剧的感觉。她们不是彼此使绊子，就是为争夺宠爱而展开激烈竞争。
然而莲花楼则展现了一群真实而动人的女性角色。女宅中的姐妹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经历和烦恼，然而她们并未选择争斗，而是携手共进。可以谈谈谦儿这个角色。身为最小的妹妹，她原本有机会为了自保而出卖别人，然而其他姐妹却坚定地要保护她的纯真，让她远离那些肮脏的事情。这种姐妹情深，令许多观众感叹太贴近生活了。更令人震惊的是青儿的身份翻转。当她的公主身份被揭露时，她并没有表现出傲慢或炫耀，反而是运用自己的权力去保护曾经帮助过她的姐妹们。关于昭灵公主这个角色，尽管刘梦瑞的外貌受到了一些争议，但仔细品味后，会发现她的人物设定相当用心。诚然，如今的剧集创作急需这样的突破传统的勇气，并不一定要让女性角色相互争斗，也无需刻意制造恩怨纠葛。有时，姐妹间真挚的情谊更能触动人心。莲花楼中这些女性角色的刻画，向我们展现了不同的可能性。她们有的坚韧不拔，有的温柔婉约，有的机智聪明，还有的天真烂漫，但无一例外都展现出她们最真实的一面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剧中即使是最脆弱的角色，也各自闪耀着自己的光芒？例如昭灵公主，表面上看似天真的单纯，但在关键时刻同样能够展现出她独特的魅力。这种立体的人物刻画，才是真正的精妙所在。与其执着于演员的外形，不如更重视剧情本身所带来的价值。最后，我们来谈谈21岁的小姑娘刘梦瑞的未来吧。观看过《莲花楼》的观众都明白，这位姑娘目前确实遭受了不少批评。然而，认真思考一下，这件事真有那么糟糕吗？更不用提她正值常开期，单从演技的提升来看，从琉璃到如今，确实有了显著的进步。在这个充满滤镜的时代，像刘梦瑞这样的年轻演员其实面临不少挑战。没有强大的背景和精美的修图，她只能依靠一步步的努力不断前行。从琉璃的配角，到星河长明的异域公主，再到如今在莲花楼中扮演的重要角色，她正通过实力向大家展示自己的价值。实际上，在娱乐圈中，新人想要扎根并不简单。曾经备受瞩目的神爷们，如今又有多少已消失无踪？与此相比，刘梦瑞这种务实的态度更让人感到一丝希望。再说，她才21岁呢。看看如今被誉为实力派的演员，哪位不是经过多年的磨练？演技并非一次就能达到，需要时间和经验的沉淀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尽管刘梦瑞的外貌常常被吐槽，但她的形象却相当有辨识度。在这个千篇一律的娱乐圈里，拥有个人特色实属不易。未来的发展尚未可知，但只要她能够坚持这种脚踏实地的态度，或许真的能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毕竟在娱乐圈中，最令人担忧的不是起点低，而是缺乏进步。观众们与其无止境地批评她的外貌，不如给予这位年轻演员更多的理解和期待。每位演员都需要时间来成长，并且都有自己闪光的一刻。正如莲花楼中的角色，不是每个人一开始都能做到完美无缺的，重要在于在成长中坚持自己的初衷，这才是真正的未来可期。因此，对于像刘梦瑞这样的新生代演员，我们的期待不应仅止于她外表的变化，更应该关注她在演艺事业中每一个成长与进步。毕竟，谁没有过年轻无知的时光呢？关键在于，她正在努力，正在成长，并用自己的能力来证明自身的价值。难道这还不够吗？